怎么样，司令？事情办妥了？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关系还不错，他答应帮我们刊登旧案重审的消息。所以在这压力之下，他不可能一拖再拖。但是穆小姐不是已经去找裴勋谈条件了吗？咱们还用逼他就范？像这样的老狐狸，我们必须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 回来了，来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哎，躺。谈妥了吗？嗯，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贪的，也没见过裴勋这么贪的，1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8成还嫌少。 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呢？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。 也只能认栽啦。真好。二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斯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哦。 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，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半真半假吧，但是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 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你别嫌贵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？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2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 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！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！臭丫头！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呀？ 夫人，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啊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哦。好嘞。谢谢。裴勋这个老东西。 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呐！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谭玄林站在一起。就算他跟谭玄林站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用担心。在开庭之前，我有把握干掉米大成。传令下去，让长江以北的军队往函谷关集结，并责令光耀马上押运军需辎重前往支援。督军。 可是这革命军现在正在长江南岸跟我们对峙。哎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如果裴勋这个老东西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定我的罪，那势必要置我徐家于死地。
我徐伯钧可不会坐以待毙，想要取我的命，看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你怎么回事？徐副官说了，报纸不要拿到少帅这里。快拿走啊！报告少帅，督军电报。什么事？督军让你押送辎重去函谷关。可是我们的军队在长江边跟革命军对峙，这个时候去函谷关干嘛？督军电报上没有明说，但他要你5日内抵达，否则军法论处。你最近来找我的次数也太勤了吧？是不是因为徐少帅、裴少帅都不在，实在闲得慌？你要是愿意陪我吃饭呀，我倒是宁愿他们都不在。我看是他俩都办正事去了，没空带你玩吧？我的正事儿就是陪你。来，过来。我要2份。好，给您，谢谢。谢谢。号外！穆家旧案重审！外报耶！原来小叔叔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个谭玄龄就是个小人，亏得光耀抓了他那么多把柄都放过了他，他竟然这样恩将仇报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报纸上写着找到了新的人证物证，当然要重新审讯啊。小叔叔帮穆家讨回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证物证不是伪造的？我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你帮他辩护的倒是起劲儿。他去北京带你了吗？还不是和穆婉清打得火热？那你替徐光耀不平，你自己不还是被蒙在鼓里？他俩不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他们通知过你吗？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位置都定好了。气饱了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你，哎，督军，谭司令，请。裴督军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谭司令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督军说笑了，这明明是徐伯钧啊，怎么能是我干的呢？我还不知道这是徐伯钧吗？啊，你小子别在我面前装傻充愣了。这个案子我很早以前就跟审判厅长打过招呼，一致口径，暂时不对外公布。可是为什么突然洋人的报纸上出现了消息？谭玄龄，你跟使馆的关系很熟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是谁干的？督军，那我就不瞒您了。这消息啊，确实是我放出去的。我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所以我才斗胆帮您下决断。谭玄龄，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，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。晚辈不敢。你不敢？事情你都做了，你还想在老子面前演戏是不是？晚辈说过了，我真的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我是为您着想啊。狗屁！你知不知道，徐伯钧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已经开拔北上了，老子真跟徐伯钧打了起来。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，就连整个穆家填进来都填不饱。你小子口口声声的说为老子着想，你当老子是3岁的小孩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老婆、妹妹，3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。
你胆敢再给我玩花招，小心我让你们全都有来无回。督军，我当然相信督军的能力，一定会让我们有来无回的。我斗胆问你一句，您想不想让徐伯钧也有来无回啊？怎么讲？徐伯钧已经在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他现在人在北京，千真万确。他派副官与您虚与委蛇，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。督军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开庭，定徐伯钧有罪，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。到时候，是病死狱中，还是畏罪自杀，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但是，再拖下去，等徐伯钧离开北京，全身而退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明日开庭，连夜通知。可见裴勋这个老东西是临时起意。是啊，高等审判庭连夜通知我们的，说明天上午10点开庭。督军，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？裴勋既然把消息都登报了，开庭是迟早的事，没必要这么匆忙。兴许是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。哼哼。闵大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督军放心，明天就是他的死期。确认，人在车上。卖花嘞，卖花，来看看吧。你先让他看出来啊。怎么开车的？哎，撞了就跑了！哎，撞了就跑了啊！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婉清诉被告徐伯钧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担任主审法官，现在宣布开庭。首先由书记官宣读法庭纪律。根据中华民国约法，为维护法庭秩序，请所有到庭人员遵守以下法律。当年的尸检结果说我兄长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1点钟，但是根据我兄长手表静止的时间，判定码头轰炸的时间在下午3点钟。
因此判定了徐伯钧无罪。但是这段影像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日本客轮山东丸号进港的时候，码头已经遭到轰炸，而这艘客轮每天进港的时间是固定的，正是下午1点钟。由此看来，徐伯钧轰炸码头的时间和我哥哥死亡的时间是一致的。那么我哥哥的死亡，徐伯钧有重大嫌疑。被告，对原告提出的证据，你可有异议？哈，原告的记性实在是不太好。当年判定徐督军无罪的最关键的因素，并不是轰炸码头的时间，而是穆远航身上的弹孔。如果说是徐督军下令轰炸码头，才导致穆远航身亡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他身上的弹孔又是怎么来的？哈哈，别忘了，当时码头可是由罗督军控制着，我们徐督军的人根本进不去。原告，对被告提出的疑义，你可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我们有人证。带人证。肃静，肃静！我犯了死罪，本来昨天就该执行枪决了，多活了1天，还能挣一笔抚恤金给老婆孩子，我没有遗憾。本证人闵大成在此当庭作证，证明10多年前的绑架杀害穆远航之案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徐伯钧他们一伙人，而穆远航并非死于绑架撕票，而是因为徐伯钧指使他们的手下开炮轰击仓库，造成了穆远航的死亡。此事我是亲身见证的，所以今天我愿意站在这个法庭之上，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，以证明徐伯钧及其手下的罪行，也请求法官可以做出公正的裁决。开庭2个小时了吧？是的，督军。没有人证，不应该审问这么长时间呐。现在我宣布，徐伯钧杀人罪、伪证罪成立。
接受检查！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快！左参谋，挨个检查每个房间，把所有的客人集中到客厅里来，一个一个的查。是。你们两个过去，其他人快！哎呀呀，几位长官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会馆一向是守法经营的呀。奉高等审判庭之命，越城督军徐伯钧滥杀平民、伪造证据，罪名成立，即刻予以逮捕。哎，长官，我们会馆是光绪年间几个越城商贩凑钱建的，和徐督军不相干呢。放心，没说和你有关系，我们只是得到消息，越城督军徐伯钧前几日便已来京，就下榻在你们越城会馆。这长官，怕是搞错了吧？徐督军若是来京，肯定入住六国饭店，不怎么可能入住我们这儿啊？况且我们这也没有徐督军的入住记录啊。这徐伯钧此次来京一定是经过乔装打扮的，肯定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啊。大家不必惊慌，好好配合我们检查，我们只抓人犯，绝不伤及无辜。裴督军，渡边先生，裴督军，我接到了我们日本侨民的求助，说这里出了事，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我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渡边先生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和日本侨民没关系，我们正在搜查一名人犯。那就好。不过，保护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，是我们大使馆的职责。我现在想把他们带走，以免让他们受到惊吓。当然可以，不过那还得在我们全部检查完之后。不必了吧？除非你们要找的人是我们的日本公民。不过，即便是我们日本的公民犯了事，他们也享受领事裁判权，应该交给我们领事馆来处理。领事先生，如果你想保护本国的侨民，无可厚非。只不过，如果不一一排查的话，到时候浑水摸鱼，变成了日本公民了。这个不用你们担心，领事馆会逐一检查他们的护照。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们的日本国民。違法な方、みんなこっちに集まって。ちゃんとパスポート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位长官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越城会馆，是越城客商在北京的落脚之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侨民？怕是有人想欲盖弥彰吧？裴督军，这个人很像徐伯钧啊。哦，渡边先生，这位戴眼镜的先生和我们搜查的人犯很像，可以检查一下他的护照吗？裴督军，护照我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
请问这位坂本先生，你在北京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多日本侨民不懂中文，你说的话他听不懂。日本の方、みんな外に出てください。坂本和彦，这位坂本先生不像听不懂中文的，而且你的日语名字也不是这么念的。别装听不懂中文了，出来我们聊聊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中国，你们侨民中混进了要犯，我有权利干涉。你试试看。不错，这里是中国，所以我们日本公民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外交豁免权，你们无权搜查我们的国民。而我就是现在打死你，你们也无权审判我。佐参谋，把枪放下。裴督军，你看，我敢拿枪顶着你，你们的兵却不敢拿枪顶着我，觉得不公平吧？我也觉得不公平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们政府允许的。你们中国人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，却偏偏要低人一等啊！皆さん、外の車に乗ってください。早く！裴督军，我的事情办完了，你可以开始你的搜查了，石培。督军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不然让我怎么办呢？啊？难道让我裴某人跟日本人动粗不成吗？他们现在肯定要去天津的日租界，我们现在可以在路上设卡拦截呀。如果真让徐伯钧进了租界，可什么都完了。谭司令，这是老子的地盘，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的啊！督军，晚辈没有僭越之意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徐伯钧已经开始调兵了。如果真让他这么走了，此事恐怕很难和平解决啊。放心吧，老子全都料到了。我已经将我的重兵由南侧调入了长江沿岸，对徐家军形成了合围之势。他敢动手，老子就干他！督军放心，打徐家军我们从来都不怕，更何况长江以北是咱们地盘，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是啊，徐伯钧的丑事一旦曝光，舆论滔滔就能淹死他。他若敢挑衅，我们就更加师出有名了。
老子知道你们几个小子打仗上瘾啊！除非他徐伯钧乖乖的交权下野，否则的话，函谷关一带必是他徐家军覆灭之地。谨遵督军教诲。走，走。玄林，怎么样了？抓到徐伯钧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他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让大家知道了真相，哥哥也沉冤昭雪了。可是我还是没能给你一个真正的公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廖先生，闵大成去按手印了，等判决书下来，你就可以带他回上海。多谢廖先生，多谢您帮忙。举手之劳。听说徐伯钧跑了。日本领事馆以保护侨民为由，把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带走了。那个日本领事抬出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对我们施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徐伯钧上了日本领事馆的车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也不怪你，就连裴勋都不敢跟日本人硬顶，是换成谁都是无能为力。那个日本领事还说了，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偏偏要低人一等，为什么呀，廖先生？裴勋带了那么多兵，在日本人面前连屁都不敢放。廖先生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让中国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费尽心思做的这些事情，是对还是错？你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钧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一旦徐伯钧不肯下野，那裴徐两家必有一战。到时候又有多少士兵和百姓要枉死？是我搅动的这场战争，而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。你说，我是对还是错？玄林，让百姓受苦、士兵枉死的是裴勋跟徐伯钧，不是你。可是这个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裹在其中。倾巢之下焉有完卵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请。啊，徐督军，这里是日租界了。这个院子是我们领事馆自己的产业，很安全。请。好。您可以在这里安心的休息，我会尽快派人把徐远接回来。这次能够化险为夷，多亏了渡边先生的鼎力相助。徐某真是感激不尽呐！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了，虽然见面不多，不过沈夏会长告诉我，这些年督军为我们争取了不少的利益，所以我们之间不必客气。不过我这里有一件事情，想必督军
很有兴趣，想知道吧？渡边先生，有话请讲。犬子和裴勋的公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曾经是同学。前几日，犬子去了督军府，探望裴公子，却被拒之门外。据他的下人说，裴公子因为搅黄了裴家走私军火的生意，被关了禁闭。不过，我从其他的渠道打听到，其实搅黄裴家军火生意的，并不是裴公子，而是令郎徐光耀先生。光耀，看来令郎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督军呐，我就奇怪了。裴公子刚从上海回来就被关了禁闭，然后裴勋就对你开始发难，这会不会跟裴家的生意有关呢？另外，令郎是查到了什么，所以对督军你只字不提啊？这次能扳倒徐伯钧，你立了大功。但是你毕竟有命案在身，所以如果我把你押回上海，即使不判死刑，这终身监禁也免不了。如果你现在走，或许还能隐姓埋名的活一辈子。自己选吧。其实，现在的生活对我来讲，每天都是一种煎熬。如果不是为了扳倒徐伯钧，我可能不会选择活到今天。你放心吧，穆婉婷在香港的生活，我会好好照顾。你是我这辈子信的最后一个人，希望我没有信错人。谭司令，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帮会的老板，可说到底，我根本就是徐伯钧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能够说了算的。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我早就过厌了。其实，比起苟延残喘、隐姓埋名的活着，倒不如让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，而更是一种幸福。我以前也是一个军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选择以军人的方式来结束我的性命。你不会信错人的。在京郊找一块合适的地方，给他埋了吧。